now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review.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学的东西。我们介绍了这个lossy material， 也就是波传到会吸收的物质里头，那它的这个场呢会有一个这个attenuation 的这个项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有一个 propagation term omega t minus beta z inside this cosine. And so this is the general behavior of the wave inside a lossy material. 然后呢，我们第一个介绍的物质是 good conductor。所以呢，你若送一个这个电磁波，然后打到这个 good conductor 的表面的时候呢，这个波无法穿透这个导体，但是呢，它只会穿透到一个特征的深度，叫做skin depth。这个 skin depth 的定义呢是这个表面最强的场打到这一个导体的表面的时候呢，然后进入到这个导体里头，当这个场衰减到整个场的37%的时候，这个深度叫做 skin depth。那这个 skin depth 呢i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and also conductivity。所以呢，这代表说，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导体的话，那这个波就不容易进到这个导体里头来。那或者是呢，当这个波的频率变高了，这个 skin depth 也会变小。然后呢，我们特别有提到，就是我们算了这个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那这个impedance 的这个 definition 呢是电场除以磁场。那算出来结果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电场跟磁场的相位并不一致。在这个好的导体里头呢，这个两个场的相位差呢会差45度。那我有特别的介绍，就是因为这个电场跟电荷的作用特别的强，但磁场呢只跟这个快速移动的电荷会产生磁力。那所以呢在一个理想的导体的话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conductivity 变得很大的时候呢，那几乎所有的场都是在它的表面而已。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极端的这个例子里头，就是理想的导体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你可以算出表面有一个表面电流，然后呢这个电场几乎就在它的表面而已。所以if you take the ratio of this so the electric field to the current, or equivalently the voltage to the current, then you end up having a surface resistance. 那这是在一个这个完美导体的这个状况之下算出来的。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呢，其实跟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inside a conductor 是一样的。你有这个表面的这个 surface resistance， 然后呢有一个表面的这个 surface reactance。那这个计算呢，将来再算就是把一个电磁波打到一个共振腔，或者是打到一个波导管里头，它的这个 power loss 的这个计算呢会非常的有用。好，那从这个现象我们继续推演出，就是当你有一个这个 AC 的 power supply 接到一个导体，然后譬如说是一个天线的话，那产生辐射，那这个电流呢会主要是呈现在它的表面上头，那里头这个电流会相对少很多。因为里头的电流没办法产生辐射，然后穿透这个导体出来。那讲完了这个良好导体之后we also talk about plasma。这个 plasma 呢，等离子体或者是这个电浆，它是一种物态不太像是一个物质，是一个物态。这个物态呢里头有很多的自由电子，然后还有很多的正离子。那这个电子呢不太会撞到这个正离子，所以呢当电子在里头移动的时候呢，并没有follow 这个ohmic law 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我们有算它这个电子的移动，然后呢当你把一个这个电磁波打进来之后电磁波里头电场会拉动这个电子，
那所以电磁波在跑的过程里头会跟这个电子有相当强的作用。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的电磁波的频率必须高于这个值我们叫做 Prisma frequency， 然后呢，这个电磁波才有办法在里头传播。那这个其实有很重要的应用譬如说，你如果要做长距离的通讯的传输的话，那在大气层的上方有个电离层里头都是 Prisma。那你可以送一个电磁波上去，但是呢，这个电磁波的频率让它低一点，所以呢，它在电磁波上到这个电离层之后呢，会因为电离层不接受这个电磁波传到里头去，会把电磁波反射下来，所以呢，你的这个通讯的传输就可以传得很远，靠这个频率的这个设定，让这个电磁波不会送上去之后就往外跑掉。所以这个 Prisma frequency 变得很重要。这个 Prisma frequency 呢，里头有电荷，电子的电荷，它是一个常数。这里头有电子的质量，这个电子的质量呢也是个常数。所以重点是这个电荷密度来决定这个 Prisma frequency。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电荷还有电子的电荷跟电子质量算下去的话呢，你会得到这么一个 practical unit 的一个这个式子，也就是这个 Prisma frequency 会等于这个值乘上这个 electron density per cc per cubic centimeter 的一个这个square root of it。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方便的一个公式，让你来估算，就是当你有一个 Prisma 的时候呢，你的 Prisma frequency 是多少？那你的这个电磁波的频率高于这个 Prisma frequency 的话，你的这个波就可以在里头传输。那最后呢，在我们这个单元里头，我们介绍这个介电物质 dielectric。那在这个 dielectric material 里头呢，有很多的 dipole。你如果把电磁波打到这个 dielectric material 的话，这个 dipole会被这个电场拉动。因为这个 dipole 是由正负电荷组成。如果说你的频率，譬如说是接近这个弹簧的一个共振频率的话，那这个 dipole 会大量的吸收电磁波的能量。这时候呢，你的吸收会特别的强，所以这个虚部的这个 permittivity 就会很大。那所以in general inside a dielectric。The permittivity is a complex number, and the imaginary par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bsorption, and the real par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opagation. 那所以呢，你把这个complex permittivity 放进这个 gamma 的这个计算里头的话，你会产生一个实数部分跟虚数部分。那放进这个通解的话，平面波的通解朝着 z 方向的这个平面波的通解的话，那你会写成这个式子前面有一个exponential decay term 在这个地方，那它的这个场的强度掉得多快呢？跟 alpha 是有关系的。那但是这个波的传播是由这个贝塔来决定跟这个欧米伽来决定，所以欧米伽除以贝塔的话，就是它的这个 phase velocity。所以呢这个章节我们介绍的 conductor prisma 跟这个lossy dielectric， 那重点就是这个 permittivity 怎么去把它计算出来。谢谢你的这个收看。